大家好，我是明君。今天台湾真奇妙要介绍的是有尊神像，因为外形奇特，让日本人特地前来拍摄。而且夸张的是，在 Google Map 上还有非常多的日本游客留言，加上这里的神像之多，有可能是全台之冠，因此让这里有宫庙界的迪士尼称号。那就让我们去走走看看吧。金刚宫位于北海岸的石门，一进门就有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、妈祖迎接你，左边还写的泰国四面佛。从这个门口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间宫庙与众不同，尤其是这个妈祖就在门的正中间迎接你。走进来还看得到齐天大圣的神像，看来这间庙不止神像多，而且都非常的巨大。入口处穿过的这个长廊，而长廊当然也要摆神像咯，而且还是千手观音。这里果然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，一定都会放上几尊神像。长廊是24孝的雕像，相较于其他庙宇都是用壁堵和壁画，这里是直接摆出雕像，果然有资格角逐台湾最多神像的庙宇啊。右转走进主殿，这里是供奉四面佛的地方，而我发现这里不止四面佛，四周围还有8路财神。这里的神像有佛道儒三教并存，可以说是台湾民间信仰的缩影，也可以说是神明的联合国啦。你想拜什么，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，真的是应有尽有。在转身上楼梯之前，我看到了这个告示牌，上面写的是日文字，看来这里真的很多日本游客。这个眼睛长出手，手掌再长出眼睛的神像，就是金变大将军。听说这就是吸引日本游客的原因之一。走到2楼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堆神像，真的是一堆神像啊！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，我就先来找这个特殊的神像。这一排是60甲子太岁，也就是有60尊。第一尊金变大将军的神像就在这里，眼睛长出手，再长出眼睛，这让我想到杨楠的迷宫里的铜魔，只不过铜魔的外形可能还没有这么奇特。金变大将军外形的由来是他曾经指责昏君纣王，导致失去双眼，后来被道德真君救起，道德真君将金丹放入他的眼眶，接着就长出小手，小手的手心再长出双眼，这就是金变大将军外形的由来。进门的左手边是三官大帝，这区也真的是神像摆好摆满，很少看到神龛会摆这么多神像。隔壁的大成殿是祭拜孔子的，但里面有许多夫妻的合照和雕像，我看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，因为从没看过有庙里面会摆人的照片和雕像。在我问过庙方的师姐后，才得知这些人是对建庙有贡献的人，在当初盖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些雕像和照片。再走到一旁的议事厅，可以看到神明在开会的样子，象征神明在这里审判人们在世间的是非善恶。我想全台湾会不会只有这里才看得到这个景象呢？而且每尊神像都是跟人一样的大小，他们坐在位子上，而不是坐在神龛里，感觉也是挺奇妙的啦。而且后面还有几个人在旁边看，这是陪审团吗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接下来可以看到4尊巨大的神像，有三太子、妈祖、玄天上帝，还有关公。这4尊巨大的神像高到只能用仰望的。有意思的地方，在1楼相同的地方也有他们的神龛，而他们就在3楼看着窗外。透过空拍机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画面。这个设计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趣啊！1楼是神龛，2楼是巨大神像的底部，3楼是神像看向窗外，这是不是也是金刚宫独有的设计呢？我们来到了1楼，发现这里还摆了一艘王船，连王船这么稀有的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，金刚宫果然是不简单。
往前走还有大罗八仙，分别代表着男女老幼、贫贱富贵8种不同的人群，以及还有月老、祝生娘娘、八字娘娘。你可以在这里祈求，从寻找另一半到生小孩，祈求小孩的命运，在这里都可以得到神明的保佑。而且最后这里还有消解阴灵的神明，果真是一条龙的服务啊。接着看到七星桥，七星桥在一般庙宇是很常见的，但在这里是一个特别的设施，左右两边都有雕像，会有专人带你过桥消灾解厄。桥下有七星，而梁柱上有神像。这里还有渡边直美的照片，没想到渡边直美也曾经来过这里啊。话说 Google Map 上的金刚宫留言，有一半几乎都是日文留言，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啊。由此可知道，金刚宫对日本人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。七星桥的右边是掌管地狱的东岳大帝，旁边有七爷八爷和牛头马面。走进去，右手边就是地狱的入口。过了奈何桥之后，就是地狱10殿，每经过一殿都会开启开关。经过层层的审判，最后到这个轮回的地方，可以看到一边是贵，一边是贫。贫的那边会转世成为昆虫或者是牲畜。最后一关是喝下孟婆汤。接着上到2楼，是36位天将的神像。通过了天堂与地狱，我再往后走，可以看到号称台湾最大的卧佛，真的非常的大。我和这里的师姐聊天后，得知这里约有7到8千多尊神像，而原本是1万多尊。会有这么多，是因为都是信徒捐献的，许多神像旁边也都有信徒的名字，而后来也因为神像实在太多，不易管理，就开放给信徒结缘带回去参拜。真难想象以前神像更多的样子啊，到底是可以摆多满？会不会神比人还多呢？走到后殿，可以看到点太岁灯的地方。师姐说这里点灯是一次吃到饱。我原本以为只有火锅吃到饱、网路吃到饱，没想到还有点灯吃到饱。原来是在这里点一次灯就可以点太岁灯、光明灯、文昌灯、财力灯，总共24盏灯，而且还可以扫 Line Pay 和接口支付。这里的服务果然是很到家啊！而且这里庙方的服务人员都身穿背心，看起来是很有制度的管理。2楼是长生殿，供奉的是金刚宫的创始人许和的神像，旁边还有4大天王，以及两边的青铜神像，而后方还有象牙。有人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摆设的由来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接着来到了3楼的罗汉殿，里面摆满了500尊的罗汉，真的是满到门口来了。印象中500罗汉都是摆在室外的，这样一起摆在同一间大厅内，倒是第一次看到啊。我走在这里，压迫感非常非常的大，因为500罗汉实在是摆得太满了，走在这里像是贴身的经过他们旁边，而他们好像就真的有500多对眼睛看着你，而且越走到中间越昏暗。我觉得刚才的地狱都没有这么有压迫感，加上里面蜿蜒曲折，还真的不是马上就可以拔腿离开的地方啊。最后我在护法守卫的看板旁边结束这次金刚宫的参观。从空拍机的画面来看，这里呈现一个细长的形状，和一般有屋檐的传统宫庙建筑不太一样。当然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挺多的。不知道各位对这集的金刚宫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说出你的看法。那台湾真奇妙系列就下次再见啦，拜。